嗨，大家好。昨天有一位网友向我询问关于他自己牙齿出现的一些问题，应该是有缺牙，而且呢应该是需要种牙，而且条件不是特别的好。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呢，就是牙槽的骨板比较薄。我相信他已经去看过牙医啊，可能笼统的知道了一些他的情况是需要来种牙，但是具体要怎么种，也想多听听一些其他的医生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正好呢，我今天自己呢在家里一早起来就折腾我这个单车，对这个单车呢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查。这就跟我们的人一样啊，要去做定期的检查。那么有些呢是自我的卫生管理，就像我今天早上把这个车呢整个的擦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呢也做了一些安全方面的点检。我把所有的螺丝都拧了一遍，大部分螺丝呢都完好，但确确实实呢也发现了有几个螺丝其实已经处于一个松动的状态。我想那些简单的属于自我保养的事情呢，作为一个男人都应该可以搞得定的。经过了这么大概1个来小时的全面的对单车的保养清洁，现在呢骑出来我就感觉更加的舒服一些，感觉到安全了很多。那么说到刚才这位网友他向我提出的牙齿缺失以后要不要种牙，怎么来种，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如果条件不够好要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呢，我想我今天呢就在骑行的时候呢也给这位网友，当然也给更多的网友来做一个科普式的分享。我们都知道人呢真是一个奇妙的生物，独一无二这个我们地球上找不到另外一样生物可以跟我们人来比美的。我们的人呢从出生以后到长大，他经历换牙，也就是在4、5个月的时候长出第一颗小牙，到6岁的时候长出第一颗大人的牙齿，在6岁大概到12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持续的把那些小孩的牙齿，我们称之为乳牙的呢，变成满口的大人的牙齿，我们称之为恒牙。到了12岁左右就基本更换完成。这一副牙齿要负担我们一生的摄取营养，同时呢也维持我们一个姣好的面容，使得我们的这个脸型能够保持在一个有活力的比较年轻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呢都是靠我们的牙齿，那些牙根在我们的牙槽骨里面每天呢在使用的情况底下才会保持这样的一种整体的外形，脸部的肌肉，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面容。很多人呢都听说过，或者也经常会讲这个词，就叫老掉牙。老掉牙呢不是这个牙齿老了，而是人老了以后呢，很多人牙齿就开始掉了。很多人呢都习以为常，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状况。人呢他从出生到青壮年，最后呢总是要去到那个世界一样，好像是不可避免。这个呢从大致上面来讲好像也没有错，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去延缓我们的衰老，怎么能够让我们呢不但能够活得更久一些，而且呢还能够活得更健康，即便是到了晚年也能够有一个不需要别人来照顾，自己可以自娱自乐，到处可以走动的这么一个身体。这个呢跟我们的牙齿关系特别大。一个人长寿与否你有时候就看他的牙齿就基本上可以一目了然。你去看那些长寿的长者，到了80多岁他如果满口都是自己的牙，还算稳固，虽然也是经历了岁月的创伤，有很多的磨损磨耗，甚至呢被牙医进行过很多的这些治疗处理，只要它的功能完好，没有病痛，是能够让它活得更加健康。但我们说了半天如果你追求活到80岁以上，我相信这是已经每个人的愿望，也不难实现。对我们牙齿来讲，有个具体的什么样的一个指标和要求呢？这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你到80岁平均来讲，希望我们的人类能够拥有32颗牙齿里面的20颗牙齿。毕竟到了年事已高的时候总会因为种种原因呢，有些牙齿就失去了功能，或者就丧失了。但是假如你还有自己20颗牙齿是自己的，或者呢换一种说法，有20颗比较健康、负担功能的牙齿，它就能够维持你一个人最基本的营养的需求。所以呢问题就在于说，
你现在多少岁，口腔里头还剩了多少个坚固的可以负担咀嚼功能的牙齿，有没有可能让你呢在80岁的时候呢照样还有满口自己的牙？最起码呢你也要达到有20颗自己的牙。网友们呢可以对照一下我说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指标，也就是说呢，并不是所有的人到80岁满嘴都是自己的牙，有些牙齿因为种种原因丧失了怎么办呢？牙齿它有很多修复的办法，在我们还没有种植牙，当然种植牙已经是40-50年以前就有发明的，现在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修复的方法。但是呢，在没有种植牙的这种修复的方法之前，或者是呢，即便有种植牙修复方法的同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方法，要根据我们每个人自己牙齿的状况、条件，还有呢个人他自己能够承受的成本等等，它呢有活动牙、固定的假牙，也就是我们说的牙桥，还有一些其他的变通的办法。只不过呢，有了种植牙这样的一种修复的方法以后呢，就为我们牙齿缺失的这些患者呢，多了一道福音，多了一个有效的方法。它不需要依赖其他的身边的健康牙齿，比方说做牙桥需要做一些切割，活动牙呢需要挂一些卡环，而且没有什么异物感。唯一的要求呢就是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你的牙槽骨它的高度、宽度、它的骨密度有没有达到可以把种植牙作为一个牙根埋到你骨里头能够长牢的这个条件。第二个的话呢，你要对这个种植牙一些方法、它的适应症、它的治疗的过程、使用的预测，还有呢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要如何的去保养。好不容易花了钱花了时间的这么一个种植牙，最后呢荷包里头有钱，因为作为一个新的技术好用的这么一个修复的方法，肯定也是价值不菲的。至于说具体到底多少钱，这个呢根据每一个牙医的专业的能力因为牙医的价值在于他不断的去学习，付出多少的代价，他是需要回报的。然后呢，诊所它采购的这些设备、种植体的品牌，还有很多的附件等等，就跟我们骑个单车，就像我这个单车二手的都要3000块，但是这种小步单车好一点的几万块，它的配件有些更是奢侈品的价格。但是大部分人没有必要去采用这个，他可以选用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便宜的一个价格，他也可以买2个轮子的自行车，只要他自己满意就好。任何东西没有最贵，只有最好。什么叫最好呢？就是符合自己心愿，他能够达到自己的要求的，最后呢有个性价比还不错的这么一个结果的，就是好。另外的话呢，你要知道每个医生他受到的这个训练，他的经历，他跟什么样的人擅长打交道等等都会有他不同的定位。还有呢，我们做医生还有一个专业方面的一些说法。我们的医生不管是普通的医科还是我们牙科，都分为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这个大家都应该深有体会国人呢有时候搞不清楚，因为我们的体系呢都是大医院这样的这种体系，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呢，我们很多人看病他只知道去看医生，就是跑到大医院里头去，有病就挂一个专科的号，然后就见一个可能从来都没见过的医生，他对你的这些病程、病史、你的其他方面的一些个人的状况，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他只能对症下药，看见什么就给你解决什么问题。这是一种模式或者我们称之为比较老的这种计划经济的这种模式。医疗也有计划医疗和个性化的这些医疗，自己到底需要哪一个，自己看着办。像香港的朋友呢就比较幸运因为他们满街都是私人的诊所，不管他是西医的还是中医的还是牙医，他们呢都是做他们附近的街坊或者是熟悉的一些朋友这什么概念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医生呢，他对他的病人特别了解特别的熟悉，医患关系就跟朋友关系是一样的你想，只有大家相处时间多了，才会怎么样呢？相互的信任，对吗？就会设身处地的尽量为你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跟你说明这些治疗方案，甚至呢有时候也会根据你的经济状况来给一些具体的建议等等。但是如果说你贸然去到一个完全不认识的医生那边去做治疗的话呢，其实彼此之间都是了解的，缺乏沟通呢，很容易就影响到最后那个结果，可能不是你要的。听了我讲到这里呢，很多小伙伴应该已经明白我讲的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首先呢，应该要选定一位，当然也可以不止一位的医生，你可以去通过比较，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最后呢，就把自己的健康呢托付给一位你信任的医生。这有什么好处呢？第一的话呢，你的健康有人管理，你通过定期的去拜访你的医生做保健的时候呢，他就会给你很多的指引。就像我自己做医生的时候，对我的病人可以讲是无微不至，但是对于跟我没缘分的，只是到我这边来请教我一下治疗方案的那些人呢，我也只能泛泛一谈，也不可能给他做太深入的讲解，因为很简单，我对他的病情、病史，还有他的需求、他的经济状况等等不了解，我不能胡说八道，对吧？所以呢，有了自己的私人的家庭医生，当然这个家庭医生不是你的私人医生，是你把他看成你的私人医生，他可能是100-200个家庭的大家的私人医生，他把这些身边的这些病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看待，他对这些病人的情况呢，可以讲是了如指掌，而且呢，可能早呢就给你打了预防针，哪些牙齿有可能会出什么状况，也会给你做心理建设。有一些牙齿你可能还不太能够接受，比方说种植的治疗，种植治疗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你也没有太了解，他可能会在你好几次去就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有跟你去讲解，最后呢，你可能就自己很容易就做出一个合适的决定。因为我们医生呢，永远不会帮病人来做决定除非是事关生死，每个人的命都自己的，每个人的身体靠自己管理。医生呢，只是帮你去解决一些问题。医生即便是提出一个合理的方案，病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呢，也是白搭。所以我们医生也要接受遗憾，时候呢，面对固执的病人，只能苦口婆心，但是呢，不能给予强制的给予太大的压力，更不能呢用价格来引诱，就好像卖东西一样的，看你不买，他就落地还价，这个就变成了生意。现在市场上面这种所谓的连锁诊所背后都有资本的影子，他们呢就是目标非常明确，追求的是上市，追求的是资本的爆发。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问题，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在这边来展开。我们再回到种植牙，所以呢，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一定要找一位合适的医生。合适医生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在专业上信得过他，然后呢，能够像朋友一样的交流，很坦诚，完全是根据你的情况来设身处地的为你考虑的那个医生就是好医生。即便是他不是最后给你操刀的那个医生也无妨，因为术业有分工，他也可以是一个全科医生，他不一定是一个种植的专家。但是呢，他一定会有自己在种植上面可以靠得住的专业的医生给你介绍，这种呢都是比较保险的。今天呢，一边骑行一边呢就跟网友们呢唠叨一下这也是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方式，既能够回应我的朋友们的一些对健康方面的关切，尤其是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理念，还有呢就是一些最基本的健康保健的方法。跟大家呢做一些分享。如果要总结一下我刚才讲那些话呢，我并不是针对种植牙，因为大家知道牙齿缺失，根据每个人的需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的条件，它实际上有好几种方法，也不见得只有种植牙是最好的，最合适自己才是最好的。包括自己的钱包，一个人如果说连吃饭的钱都很紧张，他要花几万块钱甚至更多的钱去做种植牙的修复我觉得这个很勉强吧。第二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今天讲的核心，就是你一定要有医生的朋友，每个人都需要一位医生的朋友或者几位医生的朋友，大家说对吗？如果大家觉得说去见医生是戳眉头，那你就是跟自己过不去，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因为身边有一位医生朋友，他可以给你很多的建议，但是呢，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缘分有没有这样的医生，他真的能够跟你成为朋友。因为医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跟谁交朋友的，他不是生意人，不是说你今天去找他赚钱，他就把你当成朋友。
这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位健康方面的管家，理所当然就是你的医生，时不时可以去拜访他，遵照他的一个说法呢，去给自己的牙齿，当然也包括身体的其他部分去做一些定期的检查，得到一些医生的建议，做一些保健，使得你每一次去见医生的时候呢，都受到医生的赞扬，说你看你的牙齿啊，跟我在半年以前、1年以前来给你检查保养时候情况一致，你也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这个是一个双赢啊，绝对是一个好事。当然了，做任何事情啊，你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像这些健康咨询，像这些定期检查、定期的保养，即便是做一个清洁，都是要付费的。但是呢，这个比起你某一天突然发现一个牙齿断了，或者说拔掉了，再要去种牙，付出代价要大得多，大得多。大家说是不是呢？这些呢，都是我现在已经是退休的医生，我现在跟大家网友来说这些东西呢，没有任何这样的一种期待，应该也不会有任何的这种机会呢，你变成我的病人，我要通过我的手艺来挣你的钱，完全呢都是免费的。但是我要声明的是，我这边呢是不会回应任何关于这个病要花多少钱才能治好，在不明了你的病史、病程、病症，还有你的其他的一些状况的情况底下呢，就给你出一个治疗的方案，或者说对别的医生做的治疗方案呢七嘴八舌，这个呢是做不到的，也是不会做的。希望我的网友你一定要了解。好了，我们已经说的够多的了。今天我的骑行呢达到了我每天骑行的里程了。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健康，同时呢也把我自己的健康的观念，希望呢去影响到我的朋友们，也包括看我视频的朋友们，也会发挥一下我作为一个牙医的一个娱乐，更多呢立足于做一些健康理念的分享，当然也包括一些保健预防的一些方法，以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机会呢跟大家来做这样的交流。我也希望呢观看我视频的朋友啊，能够把自己需要了解的关于牙科方面的一些疑问，包括自己面对的一些问题和困惑，能够呢留言，我不一定会在他的留言区里面做详细的讲解。如果觉得这些问题是大家都可能碰到，我也能回答的话呢，我可能会在我的视频当中呢跟大家做一些讲解和分享。所以大家呢要我的那些视频不完全是讲这个骑行的心得，也不完全的是讲这个路上的风景，会把我的一些健康的理念贯穿其中，我会随时跟大家分享。请订阅我的视频，可以给你带来一些你想了解的，可能出乎你的想象的一些符合你需要、对你的健康有益的一些内容。今天呢分享到这边就结束了，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再见。